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们将介绍洪坚宪实所著的《人生从70岁开始才最有趣》一书。在被称为100岁时代的今天，70岁左右已不再被视为老年人。如果将一天比作人生的话，70岁只相当于傍晚。还有许多令人期待的事情等待着，比如晚餐和晚上的小酌。因此，对于即将迎来70岁的这一代人来说，人生还远未结束。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本充满了享受70岁后漫长人生的秘诀的书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充满期待地探索这本书的内容吧。本期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如何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充分享受，以及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结束人生。第二，老年认知症患者是脏的、无用的金钱负担，颠覆传统观念，让高龄者尽情享受人生的真相。第三，拥有钱财会让您不幸，人生后半段绝对要放弃的2样东西。我们先从第一部分介绍如何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充分享受，以及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结束人生。首先，让我们总结一下如何在最后时刻充分享受人生的内容。一、墓、葬礼全部都是浪费金钱，压倒性的理性思维不受葬礼业的欺骗。二、孤独万岁，独自一人万岁，直到临终都尽情享受人生的独居之道。三、为避免悲惨的卧床老人生活，立即采取的6种意愿表示，我们将逐一具体解释。第一节，墓、葬礼全部都是浪费金钱压倒性的理性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本书的精髓。为了充分享受人生，直到最后一刻，重要的是停止考虑像墓地这样毫无意义的死后问题。根据2021年的全国调查，日本人的墓地平均购买价格达到169万日元。对于如何处理自己的死后墓地，可能会有很多烦恼。然而，相比于花费时间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死后烦恼上，为什么不决定不购买墓地呢？现在就决定放弃墓地的烦恼，享受此刻的人生吧。因为你们的人生在死后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此刻。死后的世界与你们在梦境中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都是不存在的。你们会为了在梦境中建造墓地，而在现实世界支付169万日元吗？为了死后的墓地而存钱或烦恼，都是一样愚蠢的事情。人死后就结束了，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墓地只是放置遗骨的地方，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的确，对于留下的亲人来说，墓地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已经去世的您自己来说，它毫无意义。实际上，建造墓地的习惯在日本古代的神道教和佛教的教义中都不存在。日本人建造墓地的习惯受到儒教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儒教影响深远的韩国，墓地非常重要。在日本，火葬是常见的做法，将遗体火化后再安葬在墓地中的习惯在昭和30年左右开始普及。从这个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墓地传统并不是古老的，而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一时的流行。不要被这种一时的流行所蒙蔽，不要让无意义的墓地夺走您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墓地只是对留下的亲人有意义，这是留给他们考虑的事情。您自己在剩下的人生中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此外，葬礼也是非常昂贵的。关于葬礼，作者说，留下的家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理，毕竟你已经去世了。对您来说，戒名之类的东西也无关紧要。这里解释一下戒名：人死后根据生前的品行、人格等追认的称号、法号，根据等级确定戒名的价格，也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些只是寺庙赚钱的手段而已。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没有时间为寺庙的僧侣付费。现在我们结束了对于不受葬礼业欺骗的压倒性理性思维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第2部分：孤独万岁，独自一人万岁，直到临终都尽情享受人生的独居之道。墓地和葬礼等死后的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迎接临终时刻，因为临终时刻仍然属于活在世界上，而不是死后的世界。总结一下，作者推荐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当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何时如何去世，所以无法确定是否能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
然而，最近有医疗改革的趋势，将慢性病患者从医院送回家中。根据个人的意愿表示，有很高的几率选择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一般社会对于老年人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往往有一种负面的观点，称之为孤独死等，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者表示，孤独死并不是一件坏事。孤独死被认为是阴暗的，可能是因为周围的人没有察觉，给人一种孤立的感觉。然而，即使是独居生活，只要平时与周围社区保持接触，就不会孤立。另外，正如之前所述，为了控制医疗费用，政府正在推进在家疗养，即使是需要护理的状态，也尽量让患者在熟悉的家中疗养。最近，社会开始认可独居老人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的想法。事实上，超过80%的老年人希望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的统计数据。以前认为要在家中安心度过最后时刻，需要家人的配合和足够的金钱来创造环境。但现在通过智能手机的闹钟和在家医疗设备的普及，许多人可以安心的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独居并不等于孤立，孤独死也不等于孤立。希望你们能够稍微思考一下，在熟悉的家中度过最后时刻的想法。我们结束了对于如何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度过孤独死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第3部分，为避免成为悲惨的卧床老人，现在就要做的6个意愿表示。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死，也有一些情况下，由于严重的疾病，我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提前告知周围人护理和延命治疗的意愿也很重要。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前表达的意愿有6个：存折和银行卡的保管位置、养老金和每月收支、就诊历史和既往病史、主治医生和紧急时的转院目的地、医疗和护理的期望，在危重状态下希望通知的紧急联系人。其中，医疗和护理的期望是最重要的。在日本，上尉将尊严死法制化，因此，当患者由于脑梗塞等原因无法自主呼吸时，一旦装上呼吸机，无论家人多么希望，医生和护士都无法将其取下，因为这样做会使医疗人员陷入谋杀罪的困境。为了不给留下的家人增加额外负担，明确表达对于紧急情况下的延命治疗意愿非常重要。可以明确地和家人表明不想要过度治疗来延长寿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撰写明确表达不需要延命治疗意愿的生前意愿书。根据一项调查，超过90%的日本人表示不希望接受绝望的延命治疗。老年人被大量的管道连接起来，被戏称为意大利面症候群等。这并不是人们渴望的最后时刻。为了迎接自己期望的最后时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最后时刻，并提前表达意愿。请找出一些时间，提前写下自己的生前意愿书吧。接下来第2部分，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是脏的、无用的金钱负担。颠覆传统观念，让高龄者尽情享受人生的真相。虽然这些词语有些粗俗，但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确实被认为具有这些负面形象。听到这些可能会让人感到愤怒，但这只是社会一般观念。接受这种观念后，只需要注意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可以了。作者认为，为了避免成为臭的、金钱负担的无用的老年人，有4件事情非常重要：1. 从家庭和社会中自立； 2. 接受现实并自律； 3. 充分享受人生； 4.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作者认为，这4点是从70岁开始过上愉快生活的秘诀。接下来，让我们根据这4个原则，探讨如何让人生从70岁开始变得愉快。首先，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视频的结构，让我们先总结一下无用的高龄者享受人生的逆转真相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具体的解释每一点。1. 打败负面的老年标签的唯一方法。2. 不要过度追求抗衰老，享受第3个人生的小技巧。3. 过去的荣耀成为不幸的原因，高学历和高收入者的悲惨晚年。4. 这就是年轻人讨厌老年人的原因。餐厅里的老年人令人遗憾的5种丑态。5. 如果这样做，甚至在死后也能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最终的终极目标。让我们逐一具体解释这些逆转真相。第一点，为了战胜老年人这个负面标签，有一个方法是将老化现象转化为积极思维。大家是否还记得大约20年前流行的老人力这个词？老人力是由芥川奖作家赤濑川原平提出的概念，意味着将老化现象转化为积极的思维方式。老化通常被赋予记忆力减退、糊涂等负面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些无法改变的老化现象，甚至将其忘记，以轻松愉快的心态来享受人生，那么我们就能够以自己的节奏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一般来说，高龄者被定义为65岁以上的人，但即使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内心并不认为自己是高龄者，他们可能以玩笑的口吻说自己已经老了，但内心仍然抗拒年龄与年轻人相比不相上下。事实上，近年来，60岁后到70岁前被称为前期高龄者，许多人积极参与工作、志愿者等社会活动。因此，无论是高龄者还是老人，只要个人能够享受人生，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现在，让我们结束对于如何战胜老年人这个负面标签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点，不要过度追求抗衰老，接受老去并享受第三个人生的小技巧。作为人类，我们也是动物的一种，我们都在生命的程序中必将面对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通常会在40多岁后开始意识到老化现象，到了50多岁，这种意识会更加明显。到了60多岁，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身体不适的困扰。到了这个年龄，一些人可能开始进行抗衰老，追求年轻化。当然，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在这个频道的书斋中，我们经常介绍有关延缓衰老的生活习惯。然而，同时也要重视接受老化作为自然现象的心态。老化是我们成长的证明，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程序的忠实执行。通过接受老化转变对老化的看法，我们可以体验到年轻时无法体验到的老年乐趣。以105岁高龄仍然作为医生活跃的著名人物小原崇明先生曾说，从75岁开始，人生的第3阶段就开始了。我们常常说60岁后是第2个人生，但在如今100岁时代的到来，我们有机会享受第3、第4个人生。请积极看待这个充满机会的老年乐趣，尽情享受吧。接下来，我们结束了对于接受老化并享受第3个人生的小技巧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第3部分：过去的荣耀成为不幸的原因。高学历、高收入者的悲惨老年生活。退休后开始第2个人生，就像小学1年级重新开始人生一样。对于在组织中长期生活的人来说，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度过。退休后突然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活动的中心变成了家。要在当地社区顺利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当地社区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处在相同的起点上，无论是公务员、上班族还是自己创业人士。当进入老年时，每个人都会站在同样的起点上。确实，小学1年级的孩子、公务员的孩子、上班族的孩子，还有自主创业人士的孩子，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会坐在同样的教室里，开始他们的学业。就像小学1年级的孩子和退休后的高龄者一样，他们都处于非常相似的环境中。灵活性强的孩子们在陌生的环境中会培养合作和团结的意识，自然地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他们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与他人和谐相处。这种灵活性和协调性是在不同阶段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的品质。小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合作和团结的意识，自然地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然而，为什么到了老年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令人悲伤的地方。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他们各自的过去、先入为主的观念、经验和自尊心等因素，阻碍了与其他人的沟通。听说在日本选举公寓管理协会职务时，由于彼此的自尊心很高，经常会发生争执。这样看来，他们就像小学生一样。此外，作者还指出，地位、学历和高收入的人在社区中很难适应，
因为在地方社区中，他们之前炫耀的地位和学历变得毫无意义。退休后，无论是医生、工厂工人还是企业家，每个人都从完全相同的起跑线开始第二个人生。要成功的开始第二个人生，就需要放下之前生活中获得的东西，摒弃妨碍的自尊心，以谦逊的心态重新开始，这才是充分享受人生的诀窍。接下来，我们结束了对于高学历、高收入者的悲惨老年生活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第4点，这就是年轻人讨厌老年人的原因。餐厅里的老年人令人遗憾的5种丑态。为了开始第二个人生，放下不必要的自尊心非常重要。放下不必要的自尊心的秘诀是在年龄增长时，意识到要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使用敬语。大家是否熟悉一句谚语：到岁越丰满，越会低下头？这是形容学问或品德深厚的人越谦虚。根据本书的作者所说，在他的作家活动中，他曾与许多企业的经营者会面。他发现，大企业的社长和董事长等人更符合这句谚语。相反，那些智慧不高的人往往言辞粗鲁，态度高傲。我们经常在餐厅看到一些年长者向服务员示意空杯，并催促加水，或者表现出无视他人的态度。这些年长者可能认为他们在向年轻人炫耀自己的地位，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显得非常渺小。相反，年龄越大越应该谦虚，对年轻人也使用礼貌的言辞，这样的形象非常优雅和迷人。谦虚不仅不会让人吃亏，而且会给人带来好处。谦虚并不意味着卑屈的低头，而是在尊重他人的立场和意见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尊严的生活方式才是年轻人所向往的美好老年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第5点，如果这样做，甚至在死后也能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是避免被年轻人抛弃的关键。在年轻人中，最近流行着一些贬低老年人的词语，如老害或社会的累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老害，那些成为年轻人口中的抱怨对象，只是一小部分对社会无贡献的高龄者而已。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自由度可能会减弱，也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因此，有些人确实无法为社会做出贡献。即使身体机能下降，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这将带来日常活力和生活的意义。相反，如果无法看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活力就会迅速丧失。年轻人对您疏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作者强烈推荐积极参与社会贡献的代表性活动——志愿服务。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有偿志愿工作可以获得交通费和餐费等报酬。如果擅长英语，可以考虑成为访日外国人的旅游向导或英语教师志愿者。对于在医疗领域有经验的人来说，可以考虑做老年人的健康咨询或心理辅导志愿者。如果没有特殊技能，可以参加地方政府运营的护理支援志愿者制度。这个制度是为了解决护理现场人手不足的问题，让老年人提供护理志愿服务，如陪伴散步或陪伴交谈。许多地方政府根据护理志愿活动给予护理保险积分，这有很大的实际利益。您可以减轻自己支付的护理保险费用，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受到他人的欢迎，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此外，参与志愿服务可以促进身体活动，有益于健康活跃大脑，预防认知症。正如您所说，志愿服务不仅仅是一石二鸟，而是一弹三鸟，甚至4鸟的活动，非常了不起。通过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许多高龄者可以改变年轻人和社会对于他们无用的看法。此外，还有一种高龄者独特的方法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那就是在死后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给医学研究，注册为解剖体。解剖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1年的时间，他们会仔细地进行解剖，学习人体的立体结构，这是医学基础非常重要的科目。这样的解剖教育得以实施，得益于无偿提供的解剖体。通过注册为解剖体，您可以为医学教育和研究做出贡献，成为连接下一代的桥梁。虽然无偿提供解剖体，但解剖体的运输费用和火化费用都由接收解剖体的大学承担。
此外，骨灰会被妥善送回给家属。截至2009年，全日本的解剖体注册人数已超过23万人。这并不是特别珍惜的事情，可以说，注册为解剖体是高龄者独特的社会贡献形式。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在70岁之后的人生中绝对要放下的东西。有钱会让您不幸人生的后半段绝对要放弃的2样东西：一、毫不犹豫地放下金钱；二、放下让您感到疲劳的事情。现在我们分别具体讨论一下这2样东西。人生的后半段绝对要放弃的东西之一：钱。为了享受人生的后半段，第一件您需要放弃的东西就是钱。高龄者贫困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但是如果对这样的贫困反应过度，老后的生活绝不会好过。相反，老后应该通过花钱，主动放弃金钱，摆脱金钱问题。作者认为自己挣来的钱不应该留给子孙，而是自己花光最好。临终前口袋里只剩下1枚100日元硬币是最理想的。因此，到被称为高龄者的75岁左右，除了最低限度需要的金额外，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花掉，而且不是为了孩子或家人，而是为了自己。大家以前可能都认真工作，节约积攒钱财，因此很多人可能没有勇气单纯为了自己而浪费金钱。年轻的时候确实可以找到不用花钱的乐趣，比如靠自己的双脚到远处旅行，或是和朋友彻夜畅谈。年轻时的大家一定经历了很多用钱买不到的宝贵体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逐渐衰退，无法再靠自己的双脚远行，也无法再彻夜饮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曾经靠慢车旅行省钱的人，现在可以考虑体验一下豪华列车等针对退休人群的稍微奢华的旅行。勇于为自己花钱，舍弃金钱，是让老后生活无怨无悔的秘诀。好了，关于第1点金钱的讨论就到这里。我们接着谈第2点，放下让您感到疲劳的事情。为了让老后生活更加充实，第2个需要舍弃的东西是累人的事情。如今在日本使用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最多的群体竟是60多岁的人。当然，如果您觉得有趣，那就继续使用。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因为使用社交媒体感到压力。使用社交媒体时，您可能会遇到反对意见或不合理的言论，这些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逃避这种社交媒体负面影响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干脆放弃使用社交媒体。不仅仅是社交媒体，到了70岁，您应该放弃所有让你感到疲惫的事情，因为您的生命所剩无多，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让你感到疲惫的事情了。相反，我们可以专注于珍爱老年生活，追求那些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的事情。这可能包括与亲朋好友相聚，追求个人爱好，参与志愿活动，享受大自然等。重要的是，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老年生活，并珍惜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